大家好，在上一次我有发了一片短片，就是我有发现我的车在发动的时候，我的1.8卡尔这附近会有一个类似漏电哒哒哒很小的声音。那就像现在你们看到的，我已经把我原来的卡尔换上去了。那我当初会改1.8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我的原来的卡尔是有问题的，导致我会熄火啊，然后会怠速不稳，所以我换上1.8卡尔。但是我换完以后，才发现是凸轮轴感知器跟曲轴感知器故障，所以很有可能我的这两个卡尔是没问题的。所以这一次我的怠速抖动加速不稳，然后再加上我听到1.8卡尔这附近有漏电的声音，借这个机会上来交叉测试。而且我已经把故障的原因大概就是指向点火系统方面。那如果说我的原厂卡尔上去还是一样的话，等一下就是检查火星塞。因为我的火星塞，之前有看过影片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有说过我没有买过新的火星塞，所以现在我就是要来测试原厂卡尔上去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个状况。如果还是有的话，那就很有可能是火星塞的问题。稍等我一下，我来发车。好了，如各位看到的，我的车已经发动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是还没有听到它有那个怠速抖动的声音。在之前的影片有看到它会砰，然后排气会有点类似放屁的声音。我先这样来测试，如果我原厂卡尔上去以后它都正常的话，我再把1.8卡尔换回来。如果换回来1.8卡尔就出现那个状况的话，那就是证明我的1.8卡尔坏掉了。很可惜，1.8卡尔为我服务没多久就挂掉了。目前现在因为我刚发动，可能还在热车的阶段，所以目前没有那种现象。我们稍等一会儿，如果开始出现状况，我再跟各位报告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发动，已经大概10分钟有了。然后这过程中我都没有听到有点火不良的情况，就是会怠速不稳跟排气放屁。那我的水温也都上来了，现在已经是热车阶段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水温表已经上来了，所以这样子真的很有可能是我的1.8卡尔坏掉了。那为了不死心，我现在把1.8卡尔再换回来。如果换回来就出现那个状况，那就是证明就是我的点火线圈出问题了。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如各位所见，我现在1.8卡尔又换上去了。如果这次发动就出现那个状况的话，那就是证明我的1.8卡尔坏掉了。好，再稍等我一下，我来发车。开始了，各位，1.8卡尔上去就来了，有没有听到？怠速开始不稳了。这样有没有听到？
个蹦蹦蹦的声音。然后刚刚一发动，整个引擎怠速，引擎是一直在抖动。我来补一脚油门看看。整个加速会咚咚咚咚咚会这样上去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。目前这样看起来，那真的很有可能是我的1.8卡尔坏掉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不然就是系导线有问题。因为刚刚我装回来原厂的卡尔的时候，我也是有等热车后，我有补几脚油门，很顺就上去了。但是我现在装1.8卡尔再装回去以后，我刚刚在补油门，就发现你踩下去的瞬间，它会抖个几下，转速才会拉上来。我不知道这样子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，就是引擎会有稍微的不稳存在。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先换火星塞，因为当我那天觉得是点火系统出问题以后，我第一个直觉应该是火星塞。那目前这样子看起来，真的就是卡尔的问题了。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就是那感觉很轻微。再来补油门好了。现在加速又很顺了。再发动一次看看。有没有都会？我之前皮带不会这样子。我开始了，有没有？怠速开始在掉啊。但是现在补油门，它就又开始又很顺了。虽然现在转速很稳定，而且那个排气管砰砰砰的声音目前还没出现。没关系，我先换回来原厂卡尔，然后出去跑一趟看看。稍等我一下。好了，我又把1.6的卡尔换回来了，然后螺丝也都锁上。我们来做第2次测试，然后来发动看看。水温上来了，
现在就伴随着这个皮带的声音，然后这个皮带声音就是因为2次台风过后造成的，可能哪里比较生锈吧。我现在换回来原厂烤耳以后，直接加速就都很顺。然后刚刚换回来第一次换回来1.8烤耳的时候，就跟刚刚各位有看到，引擎抖动的很厉害，然后加油门会有不顺的感觉啦。然后我们来听排气管的声音。这样有听到吗？都是水，又都是水。而且那个噗噗噗声音都没有。原来刚刚装1.8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手机有没有收录到，就是会有个很轻微的砰砰，会这样子。然后现在换回来1.6以后，就都没有那种声音了。然后引擎的抖动，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1.8烤耳坏掉了。可惜呀，可惜，装没多久就挂了。没关系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做个准备，出去跑一跑，等下再跟各位报告。各位，我已经在外面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有了，整个过程都很顺，就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。那详细的细节，我等一下回去以后再跟各位报告。那现在请各位跟着我一起试车，帮我感受一下我的换挡。我下次都没有任何顿挫了，都很正常。好，现在是低档，我打低档已经进入了1档，开始喽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很顺畅？那我真的没有判断错误，应该是点火系统方面出问题。那详细的细节，我等一下回去车停好了再跟各位报告。好了，我已经回来了，然后整个试车的过程就像刚刚各位朋友看到的，都很顺畅，都没有问题。那可能有朋友会看到我1.8烤为什么还没有拆掉？有没有看到我1.6的原厂的这上面
我1.8的也在这边，我没有把它拔掉。这个是因为我刚刚要出去试车之前，我有想到一个问题，应该有看到我有准备2颗活性塞。我本来是想说，有可能是活性塞出问题。如果是活性塞出问题的话，我就是用替换的方式下去找出是哪一颗出问题。但是经过考尔的交叉测试，证明是考尔部分出问题。那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，我把我的系导线拆了下来，因为我刚刚出去试车之前，我有想到有没有可能，因为以考尔部分来讲，除非是直接点火的，就是一个缸一个头那一种直接点火的，才必须做那个算是一体式的。要不然像这种需要用到系导线的，它都是属于2个部分。考尔本体是一个部分，系导线又是一个部分，所以我才想到有没有可能是系导线出问题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看，这个测试很简易啦，没有所谓的标准值，这只是做个依据。我是直接就是善用电表打到欧姆档200K 这边。我们现在测试第一条，第一缸的线，一头接到插活性塞的那边，然后一头接考我这边。第一缸的线，它的阻值是17.8。然后我们来测第2条线，第2缸的线。第2缸的线在17左右，16、17左右跑。然后我们来测第4缸。第4缸它的阻值在10.5左右。然后我们来测第3缸。各位真不好意思，刚刚上一段我有拍一下文字，结果不小心把手机的电源线拍掉了，然后我自己没发觉，手机关机，后面就都没拍到了。那现在只是补拍，我们一样来查第3条线。有没有？第3条线断线了，我的车子怠速抖动，加速不顺，很可能是第3条线断掉引起的，所以可能1.8考尔没有坏，而是线坏掉了。那这个我会再找看看有没有备品，等找到备品以后，我再测试看看1.8考尔没有坏。如果没有坏的话，我就是换线就可以了。那今天这个怠速抖动、加速不顺的点火系统检查跟测试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